这个川普讲话颠三倒四啊，他现在又说战争很快就结束了，而且说呢，如果伊朗拥有核武，股市还会崩盘。你不要现在股市跌，等到他有核武，全世界都受到威胁，股市还会崩盘那他要求德国、西班牙、意大利、中国、南韩都要出来护航荷姆兹海峡，德国拒绝，德国很清楚说我们不会去，我们只管红海，荷姆兹海峡离红海很远，西班牙、意大利都不去。川普气炸了，忘恩负义。我很快会公布帮忙我的名单，但是他下面又讲说，不过现在要帮忙的人很少，没有人要帮忙他了。假如说你当时打仗之前把大家找来，比如说我们5个大家开会说我们要不要打嘛，然后一起打呢，就大家讲好了一致他自己干的，然后现在尾大不掉了，所以你们都要来帮忙，对不对？然后又说北约本来是你们欧洲战争啊，我都帮你们了，北约什么欧洲战争？你当时拜登怎么鼓励这个乌克兰的？对，你这。当时德国总理这个梅克尔反对要死啊，说不能啊，乌克兰绝对不能加入北约。美国在后面怂恿他，叫他去啊，然后现在川普要拔腿了，又不想管了那第一艘非伊朗的邮轮穿越荷姆兹的这个华盛顿应该是华盛顿邮报华尔街Wall Street Journal 说呢，华尔街日报说呢，部分船是被默许通行的有些反正我要你通行就通行，我不给你通行不给你通行川普呢现在什么西班牙、意大利、德国不理他，向日本、韩国施压，要求船舰呢来护卫经过荷姆兹海峡，说换你们上场，油都给你们的对不对？这气都给你们的那南韩青瓦台昨天回答说要国会同意，一到国会你就知道那个就久了然后今天再逼他说我们要很谨慎我们也不立即表态我们要评估，就拖他嘛，就没有理他，拖他嘛。那日本昨天说不可能但是呢，今天又说也许可以去收集情报，派自卫队到周边海域，也没有要给你保护到周边就应付你一下了那另外呢，高市长们要到美国去访美前夕民意沸腾，超过80%的日本人反对美伊开战，日本人就是没事去打人家干什么但是波斯湾这么多国家希望美国不要太早停手，为什么呢？因为伊朗威胁荷姆兹海峡，但是呢，这些国家又不参战，就是美国去打就好了。我们希望你美国不要退，但是我们也不会下去，我们能力也不够，而且我们现在在炸我们怎么办呢？所以你美国去打就好了因为当时川普这是决定打两个国家说服他，一个是以色列，一个是沙烏地阿拉伯，因为沙烏地阿拉伯也怕。因为他们第一个波斯人、阿拉伯人，这个什叶派、逊尼派都不一样的，所以沙烏地阿拉伯否认了。不过之前报道是这样嘛，说这两个国家去说服川普那另外呢，当然以色列最重要了另外呢，也是两难了，又要美国削弱伊朗，又怕战火扩大所以这个东西世界上很难有两全其美的事情纽约时报说，大陆现在因为有电动车，又有再生能源。所以也没有那么怕荷姆兹的危机，而且还可以从俄罗斯买油等等。我们看一下，荷姆兹海峡的通行权是不是放宽了呢？这艘红色的运气船上面写着大大的 LPG， 这是隶属印度的液化石油气船希瓦利克号，已经通过荷姆兹海峡抵达印度海港。布伦特原油价格应声下跌超过2%。截至3月中旬，伊朗只允许印度、中国、俄罗斯与部分土耳其船只通过。现在越来越多国籍的船只能在荷姆兹海峡通行，也让美国总统川普的护船团计划受到打击。That our decision should be based on a calm, level-headed assessment. We want to hear from Israel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hen they intend to have achieved their military objectives in Iran. 从英国和德国陆续婉拒川普提议。来，伟汉，最近我都在看这个布兰特原油它的价格。川普每次讲话，他还是有影响力的，他讲了以后都会有立即的效果。所以大概在10天前，他讲说很快会结束。他接受 CBS 的专访之后，油价真的从那一天118块跌到大概就是80上下，还更低。但你讲完之后，证明你讲的内容没有办法兑现的时候，它就会慢慢涨回来。现在已经破100了，观众朋友，因为对台湾来讲呢，
因为我们现在需要的包含了我们就是整个晶圆制造过程的能够冷却的氦气，一般我也原本还不知道除了水跟电之外还需要这个东西，各国都需要。我们需要天然气 LNG 船，卡达已经停产，33%不来，我们去买。好，就算买得到，那个价格会变贵。中油这个礼拜应该要涨价，但是油吸收了那吸收了以后呢，那其实基本上还是由政府在扛，30几亿或50几亿，所以我们其实是很希望它赶快结束，但问题是它就是结束不了。从刚刚我们看到的新闻就知道了，现在能不能过荷姆兹海峡已经不是美国说了算了。那这样子的话，美国怎么操控呢？所以刚刚其实前面第一段风险人在讲就这个事情，因为现在还没结束，也不知道最后结果是怎么样。如果最后造成美国大失败的话，回过头来或许会很后悔发起这个战争，因为小事情，他一开始你没有警觉到，那个委员让我一下子对不对，分分钟就处理掉了，谁知道这边会顽强抵抗？所以那个就是这个就是哈米尼的次子的那个事情，它就会变得很重要。小事情，但是我觉得很重要。我今天跟大家讲2个小事情，第一个就是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所谓真主的旨意，所以明明在这个里面会被炸死，他跑出来，虽然脚可能炸断了，还要去手术，可是他活下来了。那这就是宗教上面的一种意志，它可以传送，所有反美的人会把它以为信念以后继续对抗。第二个是美国的士气是不是正在下滑？我关注的是福特号现在目前的状况，在这个美国跟伊朗去轰炸，美国跟这个以色列去轰炸伊朗之前，福特号的马桶出问题是之前那个时候就已经出问题了。可是观众朋友，福特号是造价130亿美金最大的核子动力这个航空母舰，那你又是最大又是最新，上面有4000多人，你怎么会设计出它的管线不合用，那个人数超过它，然后它要用特殊很贵的药剂去，那大家要排队。你想想看，我在上面一待就要待半年，而且现在福特号已经执行到10个月，还要再继续往上，我没有办法靠岸，我一直在部署，一直在执行，它那个整个情绪会变坏。今天这个新闻是让我觉得3天前的新闻是让我觉得最震惊的。既然是最新、最贵、最厉害的核子航空母舰，怎么会它的洗衣间的烘干机烘到会太热以后烧起来？烧起来以后跟着那个通风管线以后烧到寝室去，床也烧掉。好，虽然他说只有2个人受伤啦，可是你弄到600个人没有床睡。这不太是一个最新的航空母舰应该有的状况。然后现在目前它还要被叫去跟林肯号，就是双航母嘛，要去这个支援这个地中海的那个以色列这一端。可是我们这上面已经10个月了，大家都没有情绪了，上厕所有问题要排队，睡觉要打地铺，然后这是最新的航母。我觉得虽然这是个小事情，这件小事情跟这个就是所谓伊朗的神机，我觉得会对整个世界上造成很大的差别。对，所以。之前那个马桶坏了，真的不可想象。在你什么核子不核子也打不赢肚子要排泄他怎么可能把管线搞坏？可能是恶意的。我觉得不知道了，但是我觉得是很荒，真的很荒唐了。我要配合你的讲法，你说，因为你一再讲一个笑话，你很喜欢的，就是说航空母舰船上的女兵迟早会怀孕，不是迟早，美国是通通怀孕了，什么迟早？如果福特号因为这样延迟回港，我们是不是要补充产科医生啊？对不对？他没办法上路生小孩，在船上他需要的是产科医生啊。不过我讲是这样，川普这个仗打得真的是很窝囊，因为美国的历史上，凡是总统对外宣战，国内2院一定都支持，没有说反对党完全不要，完全说不干，那你的事情。还有呢，外面的盟邦起码也都挺，川普这2个都没有，大家都不挺，他自己干的，不挺而且呢，川普喊这几个国家说：“你们来啊！”其实美国的海军啊，真的愿意干的话，他一个国家的海军就够了。但是呢，牺牲风险代价太高，他不敢，所以他拖大家一起来，一起下水。大家现在也聪明的很啊，谁干啊？所以呢，韩国当然比日本更不敢。高市早苗，你在塞奈也不敢啦，那现在呢？他现在就3个盟邦啊，以色列、日本跟台湾啊。但我很怀疑，如果说台湾你来因为你不是国家，我们派海鲲号去。你来了没有人敢生气，因为你什么都不是你就来负担这个责任扛下来。还有石油这件事情是很敏感的，你在海峡之内是所有权的问题，谁的石油，你一旦他过了这个海峡，已经不是谁的问题了，是他航向哪一个地方。那每一个相关国家
都希望造成对方的伤害，让对方痛苦，但是都不希望对方崩盘，因为一崩盘啊，不是只有你受害，我也受害。所以对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过几下，过几只，是不是这样？所以你看，你最喜欢看股票的，你就是要看期货，每天的期货随着油价小幅移动，它真的没有上去，当天就一定涨。川普现在点名了中国，点名了韩国，点名了日本，对不对？还有北约，怎么没有点名我们呢？对，如果川普明天突然想到了台积电，台湾偷我们的台积电，台积电偷我们的这个什么半导体，台湾也派海军出来，他们都不要，台湾怎么办？如果他真的点名台湾，你刚刚提醒了，那请大家要想想看哦。如果川普，因为川普每天乱讲话，你很难讲他明天会讲什么。不知道。川普今天有讲什么？他说你们这些国家都不来支援我们，对不对？我告诉你，我5分钟内就可以把战争结束了。我去炸那个什么哈格岛，我把哈格岛的石油统统炸光光。他昨天就讲过，他说哈格岛已经被我们炸毁完了，不过我们可以再去炸几次。为什么？为了好玩。他说为了好玩，哦。然后呢，今天又说5分钟我们把它炸完就完了，就战争结束，那你去炸嘛？5分钟能炸完就不炸呢？所以你每天乱讲过来讲过去，讲过去，他就看你笑话。你川普已经变成一个笑话，本来川普笑话他一个人笑话，现在变成美国人的笑话，就美国人都觉得很丢脸，有这样的总统。休息一下再回来。这个川普啊，真的搞他不过。伊朗还没打，他今天又讲话了。他说伊朗结束就换古巴，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他今天讲，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哦，你看，我想怎样就怎样。哦，我的意思，我不是只要解放他，我还要拿下他。哦，那我任何我想做的事，我就可以做到。哦，所以他搞不好要把古巴变成美国51州了。哦。那另外呢，古巴被美国，因为委内瑞拉原来便宜的石油卖给古巴，那川普现在把委内瑞拉拿下来以后，委内瑞拉石油不能卖，哦，禁止古巴这个用油不能去了，所以古巴现在蛮惨的，电力系统瘫痪，哦，昨天1100万人没有电可以用，整个古巴很惨，哦，所以川普说不给你电，再来你就是我的了，哦，那全国电网崩溃，首都一片黑，哦，所以呢，民生。交通都受到很大的冲击，对不对？也没有电了，也没有油了，什么都没有了啊。那因为美国进行石油封锁，所以呢，你们谁卖油给古巴，我就要收你关税啊。所以呢，现在这么都是黑，一片黑，整个古巴一片黑啊。那另外呢，委内瑞拉想要在这个世界棒球赛呢拿冠军，要对决美国。美国之前把委内瑞拉总统抓去，川普说委内瑞拉变成美国51州吗？没有给他变成51州哦。那另外呢，这个马杜罗就是被川普抓去的委内瑞拉总统，关在监狱里面很惨。他的牢房原来是总统府，多舒服啊，对不对？多辉煌啊！现在关在2坪的黑暗的牢房，深夜绝望怒吼，说我是委内瑞拉合法的总统，你们这样对我，可以这样对我吗？哦，马来西亚很有趣了，昨天开的第一枪，说呢，因为美国大法官判定。他的对等关税失效无效，所以呢，我们跟美国的贸易也失效，因为美国当时逼他要去美国投资2500亿美金，还有关税啊等等一堆，反正就是这一套嘛。哦，昨天说失效，不过今天又改口了。今天改口说我还没有接到正式通知，所以昨天呢无效这个言论收回。哦，因为呢这个讲完了以后徒增困惑，因为呢我们要等到接到美国正式通知我们说川普那个无效才，美国怎么会通知他？美国大法官也不会发个通知给他，行政部门也不会发给他，国会也不可能发给他，所以他也会接不到。反正就我也不知道他是故意还是有意的了啊。就是说他可能觉得说，既然你那个都没效了，之前逼我们都不算了，合理嘛，对不对？但是讲完以后，可能美国有各种反应啊，搞不好川普要威胁他啦。美国驻马来西亚大使是你这时候讲这个干嘛？所以他们要把它收回了哦。那么另外呢，美国要启动301调查，泽荣泰说我们持续谈判。维护台湾最佳待遇跟国家利益啊，我们继续谈啊。那另外呢，货物税是不是呢要比例式下降？对美国的车子零关税，经济部长说持续关注检讨。你讲的话等于白讲，因为我们除了关税，还有货物税
也很高，货物税15%到25%，非常高的，关税也很高，所以你加了关税不加货物税，不是等于白降吗？降一点点而已啊。我们看一下。In recent days, we've been seeing blackouts at the last, 16, 18, sometimes 20 hours. Now we don't know when the power will go back on. 古巴在周一一度传出千万人没电可用。When you say Cuba is next, will that look more like Iran or Venezuela? Can't tell you that. I do believe I'll be having the honor of taking Cuba. 美国的石油封锁让古巴陷入大停电，川普极限施压，似乎就是想要接管古巴。方晴，现在呢，川普所面对的一个难局就是呢，他呢已经要输掉其中的这个选举，就是国会的选举。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是我昨天晚上做的一个截图，这是在 Polymarket。好，那如果 Polymarket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大家前一阵子在2月28号那时候，不是里面有一个赌盘，它是美国的赌盘网站，然后里面有一个赌盘说什么时候要对伊朗动手，就有人去下单，然后2月28号就赚了几千万美元了，就是这个 Polymarket 这个网站。那跟川普的儿子关系也非常的密切。那这个赌盘是什么呢？去赌说2026年期中选举，那么哪一个政党会主导美国的众议院跟参议院？其实，在下面的这个曲线图里头显现，其实83%认为是由民主党主导的。众议院，民主党主导众议院，然后呢，共和党只有13%的几率会主导这个众议院。可是上面这个就重要了，参议院。原本红色这条线是都认为应该是由美国共和党继续主导参议院，但是呢，现在最新的数字你看到已经死亡交叉了，也就是认为呢，民主党主导参议院的几率已经大于共和党主导了。好，那这一点其实对于川普来说，这才是重大的讯息，因为这个数字如果趋势继续下去的话，那就代表着他会在年底的选举当中输掉参议院跟众议院。这件事情，到最后会对他个人的政治利益，甚至于包括了对他个人的司法官司，都会产生极重大的影响。你说川普会不会看这个网站？我不知道，但是川普的儿子会看这个网站。另外就是川普的办公室主任 West 会看这个网站。所以他们有可能去说服川普，那你伊朗真的不能再纠缠下去了，因为只要汽油价格一直上涨，我们就会输掉年底的选举，输掉年底的选举，你就完蛋了，你的司法官司就完蛋了。那川普要怎么样子tackle呢？他又不能说啊，我伊朗输了，所以我现在要退，或是说我赢了，然后我要退，然后伊朗不让他退，他去揍古巴，然后转移注意力的机会，我认为现在已经出现了。这件事情啊，其实不能说它完全不可能，但是它会留给世界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讯息，就是呢，你美国只剩下力气去欺负你的周边小国，距离你稍微远一点的中等国家，你连伊朗都打不过。这个是传递一个极为严峻的讯息，而且这是为以色列打。如果你为以色列打的仗，你都可以说退就退，那全世界还有哪一个盟友会相信你？所以现在赫姆兹海峡，伊朗在示范一件事情：跟我好的就可以过，你如果跟美国在一起，我就打你。所以印度那个时候呢，在美国的压力之下，仍旧收容了一艘这个伊朗的军舰，好让它呢可以避港，就是到港口里面呢去避掉这个美国的攻击。那伊朗说好，我感谢你印度，所以你印度的货轮油轮可以通过。那中国大陆不用讲，一直都是让它可以通过的。那其他的国家呢，要选择跟美国站在一起，还是选择跟伊朗在一起？我觉得现在就变成了每一个国家的大哉问。我这边提一下日本，我觉得高市早苗现在安排的时间点是再糟也不过，他3月19号，也就是后天要在美国就跟川普见面了。那现在他内部反对美国打伊朗的声浪这么高，请问一下，他面对川普的时候，他该说些什么？美国参众议院参议院现在100个议员53个共和党，对，45个民主党，2个无党，对那川普讲过，说如果参议院、众议院我输了，我可能被弹劾，对，所以他被弹劾，他能不能做完这个任期都有问题以他的家族的利益啊，是不是搞这些买空卖空一大堆都乱七八糟这些事情他自己也很担心。所以呢，他为什么一定要让期中选举能够赢？但是按照这个趋势，他本来以为他会赢的，
他本来以为呢，你看大法官判我对等关系输了，没面子，打伊朗，对不对？委内瑞拉总统被他抓起来，对不对？伊朗人民都在抗暴，我只要把49个这个头斩掉，人民起来抗暴，政权一翻，我就赢了嘛，青春就赢了，就没想到这个天不从他的愿哦，老沈。因为凤青跟你都讲到其中选举了，现在凤青讲的是个平台，根据赌盘。我讲的是昨天的《纽约时报》有一篇非常好的评论，他说其中选举大概已经大势已定，就是共和党输了，但是参议院呢有5个摇摆州，民主党是找不到有魅力的候选人，还有呢他们的党纲很多人去反胃，这些你希望他反过来的，他看到就很反胃，所以我觉得现在民主党没有人，没有好的政策，而且就多头马车。我觉得可以这一点，我觉得应该提出来给国民党做参考。一样的，国民党非常的类似。那你要怎么参考呢？怎么改进自己呢？我建议你们去看看纽约新任的市长曼达尼，回教徒在纽约当市长啊，而且他满脸微笑，满脸魅力，他私底下呢干就干。所以呢，他的要诀是什么？小事，比如说那个超越性别的。民主党很多人把那个看成很重要，曼达尼就说小事就是暂时不要管。他说害我们的是百万富翁、千万富翁，而不是这些transgender，很厉害哦。我跟你讲，国民党其实没有人害你们，你们自己害自己。休息一下再回来。